大家好，我是摩登学院的雨琦老师。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款发型呢，是一款比较韩式的一个发型。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模特呢，头发的长度现在是它的一个原生发状态，是我没有进行去裁剪，也没有进行去烫发修饰的啊。那么一会儿呢，在烫发之前，我会先给它简单做一个颜色啊。它这个头发是有一点点的沙发。那么在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会用到弧形板啊，用到电棒来去做一遍这个光泽感的一个处理。然后它这个头发主要的长度呢，会给它设定到在下巴跟嘴角左右。那下巴这个位置烫完它会有一点点的回弹，一个比较韩式小外翻的一个效果。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妹妹她的这个刘海。这个刘海呢，它是自己剪的啊，剪了一个短刘海。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会简单的给它去做一点点的修饰。那么整体会让它发根的地方会有一点点的蓬松。这里一蓬松起来之后，会形成一个头包脸的状态，然后这个位置要收紧，下边的地方是一个扩张，所以它是一个短 A 型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开始进行做颜色的处理。那我们先染后烫。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位模特头发呢已经做好颜色，然后接下来我准备进行烫发。这个头发现在是刚做好颜色，还没有裁剪的状态，因为它整个头发是有一点点的沙发，就是比较的毛躁，所以呢，全头从发根到发尾，我们都需要用弧形板来去做一遍抛光。那么在软化的时候呢，发根保留个3厘米左右，然后下边的部分呢都是我所要去软化的位置，所以这个头发到底是先剪后烫还是先烫后剪，其实就并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呢我都是需要去做这个抛光的，所以呢为了方便，那我就先进行软化，软化完之后我们再来进行去操作裁剪，然后再来抛光和上卷。那么再来看我现在软化时的一个药水调配。这个头发的软化布局呢是发根保留2到3个手指位啊，也就是2到3厘米，然后下边的地方呢都要进行软化，在软化的时候呢达到75%就可以。一会儿呢会详细给大家进行去测试75%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看这个位置。好，现在我们能看到推测上呢是有3款药水，这个药水呢有高碱性的，然后也有中碱性的，也有低碱性的。这3个药水里边呢，我最常用的呢就是这个叫 T1啊，那这个药水碱性值会更高一些，烫一些沙发特别严重的、抗拒的、粗硬的，那可以用这个药水来操作。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模特的发质呢，它是虽然说有一点沙发，但是呢它很干啊，就特别的极其缺水，所以这个头发呢，我想让它软化稍微慢一些，不要软化太快，保留一些头发的水分，也就保留了头发烫后的质感。所以在软化的时候呢，我会用到T1的软化剂，然后加水。我们先来做破冰。药水里边呢，我用 T1 加水，比例呢是1:1，1份软化1份水，先来做一个破冰。如果你的药水本身就特别粘稠，那你可以加的水稍微的多一点点。达到这样的状态，我们才具备破冰的效果。因为上一条视频我已经讲过药水的区分以及调配，所以在这一集里边我就不讲药水怎么去调配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上一集。那么这一集呢，我就直接用它来去操作啊，来看一下我的软化。好，那现在呢，我们破冰的药水都已经涂抹完成了。发根的地方，因为这个女孩子头顶是比较扁贴的，所以呢，我会单独给她做一个发根烫。那么下边的地方给她烫一个比较韩式外翻的一个感觉。现在这个破冰的时间呢，等待是5到8分。
好，那现在我们这个破冰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接下来我们来涂第二次的软化。那么第二次的软化呢，我会直接用 T1加水，比例呢是1:0.5。那么这一次加水的量呢，比上一次加水的量要少一些。那么我们在软化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加水，你也可以选择不加水。这个水加与不加取决于头发破冰的一个效果。如果你觉得破完冰之后头发还是很干，然后弹性也挺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加一点。但如果说一点都扯不动，那你就可以不用加了啊，直接涂就行。所以这个药水调配其实它没有绝对啊。好，现在呢，我们第二次的软化也涂抹完成了。一般来说，我们第二次软化的时间在10到15分钟。然后我们现在继续的再等待一下，10分钟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软化的效果。好，那我们这个软化现在已经 OK 了啊，软化达到75%的状态就可以，因为我们要烫的是一个韩式的小外翻的 C 型，它不是烫很多很多的卷，所以不需要软化有多么的重。那么来近距离看一下我现在的软化效果，然后10厘米为一段拉长，2次能看到有这样的2到3圈的一个波纹的回弹就可以了。这个状态达到75%，我们就可以冲水。My world is empty. Something much deeper sends me. I keep asking. I walk the streets for miles. 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位模特的头发已经软化好了。软化好之后，我们直接湿发来进行裁剪，就没有必要再去吹干。我们先裁剪完之后再吹干进行修饰。那现在呢，我们的第一层已经裁剪完成。这个头发剪的是一个叫内部结构，因为内部结构呢就是里边短一点，外边长一点。这样子呢，我们底部可以起到一个收紧效果，然后外部是一个扩张效果。不然像我们裁剪到搭肩这个位置，它是很容易就搓肩。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它不搓肩呢？就是把这个地方给它收回去。所以在底部的地方剪的是一个方形去粗。然后现在我们上面这一层定的长度比底下那一层稍微长出2公分。裁剪的时候呢，尽量是前长后短，这样子更方便外翻。现在我们后侧的裁剪呢，基本上已完成。一会儿呢，我们还要进行做一个顶部去角。然后现在是前侧区，前侧区这条线在划分的时候是前低后高，它是微微带一点点的弧度。那么如果说你的分线是水平的情况下，那么剪完前侧的地方头发会变短掉。所以我们是前低后高来进行划分线，再来裁剪。剪完前侧要保留一点点的长度，这样烫完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外翻的效果。不论是从裁剪还是从烫发上，我们都需要进行去做一个互相的配合。好，那现在我们整个外部的底线呢都已经裁剪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去角。那么这个头发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层次的，越是像这样的短发，你的层次越不要太高，因为只有这样的低层次才能体现这款发型的一个厚重感。如果说过于高层次断层了，那么就不好看了，反而会起到一个反效果，它就不修饰头型了。然后在顶区这个地方，以中分线为标准，这一侧2厘米，这一侧2厘米，我们把2厘米的头发向后梳，好，然后向一侧偏分梳理。之后呢，我们在发旋的地方提取4厘米。之后我们能看到这顶上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角，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小尖尖给它去掉。
每去一片呢，我们都要尽量的向后去带一下啊，把这个小尖尖给它去掉。现在我们再来去侧部的角，这里刚好有个1公分左右。整体呢，我们的发型都已经修剪完成，然后接下来吹干，看一下头发毛躁到什么样的效果，然后我们再来决定是卷杠之前就抛光一下，还是在卷杠之后再来进行抛光。那如果说像这种轻微毛躁的，我们完全可以卷完杠子之后再抛光的。但如果说你已经毛躁的非常严重了，就是它已经耽误你的卷杠子了，像那种什么就自然卷超级严重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先用弧形板抛光一下，然后再来卷杠子。所以你是先抛光还是后抛光，这个要取决于头发吹干之后的状态。然后呢，我也会进行稍微的做一点点的调亮。那我们要吹干再进行调亮，然后现在来吹干。好，那现在呢，我已经将头发全部吹干啊。吹干完之后，我会发现里边还是有一些比较弯的地方啊，就是它会影响我的上卷，所以呢，我会先给它大片的做一遍抛光，因为我不要那种就特别直、特别贴的感觉，笔直的状态，所以我没有必要说用纸板就在操作的时候拉得非常的直，那我稍微自然的把它轻带一下就好了，稍微有一点点的弧度。一定要高温才具备抛光的能力，是200度的高温。遇到头发受损的，有的人会用140或者是120低温来进行去抛光。越低温抛光，它的塑形能力就会越弱。就算你当时抛得很光滑，定型过后它也会变毛躁。所以低温不具备抛光的能力啊，我们一定要把温度调高。如果高温头发烫后有问题，那也一定是你软化的原因，跟你抛光的关系是不大的。所以在烫这种沙发时，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高温来抛光。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头发全头都已经做好了抛光，抛光完之后头发是非常顺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在卷杠子就特别的方便。然后在卷杠的时候呢，我会把头发发尾的地方喷湿，然后再卷杠。那么在卷杠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上卷时的一个圈数，整个两侧区上卷是1圈半，这个1圈半呢，有1圈是重叠，有0.5圈是把发尾甩出去的。这个发尾呢要向前甩，向前甩发尾啊，向前甩发尾半圈，然后重叠1圈。烫完之后，它不是这种就是内包的一个 C 啊，它也不是说直直的一个外翻，它是微微往前的一个勾啊。就这样的一个 C 型，它会比较的好看啊。现在的很多呢，像一些韩国的小女孩啊，她们这个长度的呀，都比较喜欢做这种风格的。特别像这个长度，我们沙发的顾客设计这样的一个 C 型烫是非常完美的啊。然后后侧的地方，我们直接给它烫一个 C 型就好了。主要的重点，那么它在前侧区啊，两侧这个地方是重点。然后我在卷杠的时候呢，我会用到24跟26的杠子。这个水壶里边，那我会添加小分子，按压10下。然后这瓶隔热乳，那么我在法式烫那一篇章里面有讲过隔热乳的用处啊，就它主要呢是隔离热伤害。那么有想详细听的，也可以去那一个篇章去详细听一下，我就不做重复讲解了啊。这个隔热乳呢，里边按压3下。好，加好水后呢，我们把它摇一摇，摇拌均匀。好，现在来开始卷杠。如果说你的顾客要是烫发根的情况下，那么你中间这个区你是水平分还是锯齿分，其实都 OK。但如果说你的顾客不想烫发根，但是你还想让它有自然的蓬松感，那么你就可以锯齿划分，锯齿划分到发旋的这个地方。好，然后我们这个头发卷杠子要从前向后卷，先来卷两侧。
卷杠的时候，我们侧发区尤为重要，所以侧发区这条分线啊，我们要仔细的要看好，是前低后高。斜向前划分的线烫完之后，它刚好是向后走的。那么这个发型我不要它卷儿有多么的向后走，我只要它发尾翘就可以了。所以再搭配上我剪完之后是前长后短的状态，再配上我卷杠时发尾甩出去的状态，那么刚好够它这个位置微微翘起的效果。原位提拉，把发尾的发片稍微聚拢一下，最底下这根我卷的是24号的杠子，发尾向前甩半圈，甩半圈之后重叠一圈，最顶上这层26的杠子，发尾向前甩半圈，甩半圈之后，然后向上重叠一圈。这侧一样，在划分线时是前低后高。原位梳理前面会微微有一点点放长的感觉，这个位置刚好是我要翘起来的地方。然后最底下这一层呢，可以选择用24的杠子，不要卷多了啊，1圈半。因为发量的原因啊，我侧区是划分3个发片。那如果说顾客的发量比较少，那你也可以划分2个发片。好，甩半圈，重叠一圈。后部底下长度区，因为头发比较短，不用管它，我们直接卷中间骨梁区的头发。因为这儿头发长度的原因啊，所以呢一样要选择24的杠子，一圈多一点点。这一层因为头发在逐渐变长啊，所以选择26。前侧刘海重叠向下卷一根就可以，角度提拉在90度。因为一会儿我要用弧形板去做抛光，去做流向的处理，所以这个地方呢圈数卷多也无所谓啊。一会儿呢会用弧形板把它拉开。好，那现在呢，全头的杠子呢，我都已经上卷完成了。那因为我们这个头发是比较粗硬的，然后又有一点沙发，所以呢，我就不包硅胶棉了啊，我只用这种棉把它上边橡皮筋的地方给撑起来，让它不要出现印子就好。然后就正常的加热把它加干。像这样的发质，因为我只烫一个 C， 所以是没有必要包硅胶棉的，因为硅胶棉的塑形能力太强了。因为它这个发质呢，如果包完硅胶棉，很容易会过于太干啊，就没有那种柔顺感了，所以我就不包了。不是什么样的发质都要包硅胶棉的。那你像上一张我烫的那个法式烫，那个就需要包棉，那像这个就不需要。现在呢，我们进行第一次加热啊，100度7分钟。好，那现在呢，模特呢已经加热完成了。在这个冷却期间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在加热时都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这样子，你们接下来在烫发的时候呢，不论是烫这种 C 型，还是法式烫，还是烫什么造型烫，那么你都可以按照我所说的这种加热方法啊来去加热。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大屏幕啊，这个上边呢我们是有3种不一样的棉。那么第一个棉就是我比较常用的，叫做硅胶棉。那么在上一期视频里边烫法式烫的时候，
有用到，大家应该能看到啊。然后第二个棉呢就是黑夹棉，这种黑夹棉里边是带有一张锡纸的，那么它的受热温度会比较高。那它跟硅胶棉两个的区别在哪里呢？硅胶棉的锁水能力更强，那么锡纸棉的温度会更高。那我不想让它温度高，我只想让它锁水的时间稍微久一点，所以呢，我会选择用硅胶棉啊。硅胶棉的塑形能力也比较强，因为它锁水能力强，它就延长了加热的时间。你会发现，当你加完热，那个硅胶棉拿下来之后，上面全都是那样的小水珠，这它的水分是不蒸发的，都被包裹在里边了。然后它又在内循环，它就会让我们的头发加热的时间被延长，加热时间被延长，轻键就产生了记忆，这样烫后卷度保持的时间就比较持久。那么第三个。普通棉，这种普通棉就是羊毛毡啊，这种羊毛毡的棉就像我用来做这个隔橡皮筋印子的时候才会用得到，平时基本上是很少用的啊。那么最常用的就是这个硅胶。那么有的人说这个硅胶棉到底该怎么包，要包几次啊？那根据于不同的发质，我们所包的次数是不一样的。在这儿呢，我简单的给大家口述一下，如果你的顾客是一个塑形能力非常强的发质，比如说像粗硬发、抗拒发这样的发质呢，建议包棉一次或不包也可以啊，因为呢本身头发的成型能力就很强了。然后第二种，如果说你顾客头发塑形是正常的，不细也不软，但是它也不出硬啊，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包棉包2次。那如果头发天生特别细软，很不爱出卷的那一种，用26的杠子烫完基本都是28、30的效果，这种情况你就可以采用包棉。那么你可以包3次啊，一次呢是7到8分。以上我所讲的这几种加热的方式方法都是100的温度，然后加热一次是7到8分啊。当你不知道包棉包几次的时候，你包2次就对了，只要包2次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那你像比如说你想烫法式烫，法式烫是上边的卷明显，下边的卷自然，那么上边很多人都烫不起来怎么办？那你就可以包棉，包棉让它上边的水分更足，那么它的加热恒温更持久，然后它的受热温度也比较均匀，所以烫完上边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个硅胶棉呢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加热可能有的人记不太清楚，没关系啊，现在来看这个表格。来看现在大屏幕上的这张表格呢，就是不同发质的加热时间以及温度。那我们可以根据于头发的这个健康受损情况来去选择它加热的温度跟时间和冷却时间。我这个表格上写的都是非常清晰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截屏下来，根据于自己的顾客的发质受损程度来去决定你的加热就 OK 了。现在呢，我们这个头发已经加热好了，然后呢，把每一根杠子都要拆下来。我们这个呢是拆杠子上定型啊，但是我拆下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上定型，我拆下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做一次抛光。所以呢，我现在把杠子都拆掉啊，把它做一遍流向抛光，然后再烫个发根。之后呢，发根跟下边我们一起上定型。弧形板的温度一定要高，那我用的还是200度啊。那在抛光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2次就能抛成一个比较顺的状态。如果你加完热抛了2、3次，这个上面还是有印记，就比如说它还是有这样这个弯弯的情况啊，或者是橡皮筋的印子，那就说明你加热时的温度太高了啊。那这个时候抛光它已经抛不开了，抛不开了怎么办呢？你可以拿喷壶外表稍微喷点水，再把它抛一下，那就会瞬间的把它拉开。但是尽量能不喷水就不喷水，因为喷不好水，它容易，把这个下边好不容易烫成的一个 C 型啊，给抛直掉啊。所以呢，在能拉直的状态下，我们就把它拉顺啊，就不要去喷水。那你看抛完之后的状态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 C。所以加热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啊，一般的都是低温加热，90度、100度都可以。低温加热我们才好做2次抛光。好，那现在呢，我们整个的头发呢都已经抛光完成啊，然后接下来呢开始烫发根。那么像我们这个模特头骨的形态啊，这个发根呢不要烫太多，只要烫2侧一侧烫个3到4片就可以了。所以我主要烫的位置差不多到这里啊，这个位置稍微蓬松一点就已经很好看了。如果烫的过于太多，它这个位置反而会更蓬松啊，会增加我们颧骨这个地方的这个突出啊，所以它不会很好看的。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顶区这个部分给它烫蓬松就可以。然后来看一下我现在烫发根的一个药水调配，这是发根跟药水的一个比例啊，把它搅拌均匀。刷发根药水的时候，发根保留个半厘米左右，然后中间涂抹4厘米。如果对于发根大家想听得更仔细、更详细一些，可以去我们发根的那一篇章啊，去详细听一下坤老师的讲解。好，那现在我们发根的药水都已经涂抹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开始准备操作。我们电棒呢用的是12号啊，然后温度设定在140啊，开始操作。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定型完成啊，现在是一个发型的湿发状态，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它吹干。那么湿发的状态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其实它整体的轮廓就已经出来了哈。这个位置呢是有一点点的小外翻，然后头顶呢微微有一点点的蓬松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它吹干。好，那我们今天这款发型呢就已经结束了啊。然后呢，我们烫完之后可以把一侧给它掖在耳后啊，也可以把它放到前边，但是掖在耳后会更有感觉一些，更好看一些哈。然后发根的地方就是一个自然蓬松，因为没有烫的太多，因为它头骨这个地方本身就挺方的啊，所以如果说把这个地方烫完也很蓬的话，就不是很好看了。所以发根稍微有一点点的蓬松就可以。然后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